1994年，美国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整个审判过程呢，总共吸引了将近1亿人关注，而且最后的审判结果大转弯了，让整个事件呢从世纪审判变成了世纪悬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的辛普森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4月10日，前美式足球巨星 OJ 辛普森因为癌症过世。他这76年的人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曾经在球场上面叱咤风云之外呢，就是1994年那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当年辛普森的前妻和另外一名友人被人用非常残忍的方式谋杀。起初呢，多项证据都把矛头指向了辛普森。那因为辛普森具有高知名度，所以这个消息轰动了全美，包含了警察逮捕以及后续庭审的过程都在电视上面直播，是美国史上第一个这样子的重大刑案。而在一连串的攻防之后呢，辛普森竟然奇迹似的被当庭无罪释放。后来本案也没有找到其他凶手，所以就变成了美国史上最知名的悬案之一。辛普森案到底发生什么事？这起谋杀案为何会那么的有名？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喽，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1947年出生的辛普森，小的时候家境清寒，而且还有佝偻病，双腿弯曲的他呢，曾经需要穿戴腿部的支架才能够生活。不过，经过一连串的努力从高中开始，他就在美式足球场上展现自己的天赋，不仅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体育奖学金，后来也成为了职业美式足球员。1973年，辛普森被选为了 NFL 的年度 MVP， 球员生涯不断创下各种纪录的他，曾经被誉为是职业美式足球史上最佳的跑位。而辛普森退役后呢，开始往演艺圈发展，演出多部电影，也因为良好的形象接了很多的代言，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顺风顺水。相比之下，他的个人生活就没有那么顺利了。1985年，辛普森和第二任妻子妮可·布朗结婚之后，两人关系不和的消息频传。1992年呢，两人更因为辛普森家暴而离婚。1年之后，警方接到了妮可的报案，妮可表示前夫辛普森呢一直在骚扰她。然后1994年6月12日，妮可和她的男性友人被人发现惨死在自家门口的一片血泊当中。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两人身中数刀，死状凄惨。其中呢，妮可的颈动脉还有气管几乎被割断了。他们在现场找到了多项的物证，其中呢包含了一个鞋印和一只带血的左手皮手套。警方在调查受害者的背景时呢，初步认定妮可的前夫辛普森因为多项的家暴记录有作案的嫌疑，但警方同时也担心，如果凶手另有其人，辛普森也可能会是凶手攻击的目标。所以呢，他们先试着联系辛普森，但发现联系不上，所以就直接开车去辛普森的家里找人。就算辛普森并没有在家不过呢，警方还在他的车上发现血迹，也在呢他的家的走廊上面发现了一只跟案发现场相同的右手皮手套，手套上面还有血渍。后来呢，警察就根据这些物证，把辛普森列为这2起凶杀案的重大嫌疑人。但有点微妙的是，当时辛普森的律师团担心如果辛普森被逮捕会无法保释，所以他们就跟警方达成协议，双方同意6月17日当天呢，辛普森会主动的向警方投案。就到了6月17日呢，辛普森并没有出现在警局，而是坐上朋友的车跑给警察追。辛普森的朋友表示，辛普森的情绪极度不稳，于是警方呢就基于安全考量，用低速保持距离的方式跟着辛普森的车。另外，当天刚好呢是 NBA 的总决赛，本来就有不少人在看电视，结果发生了这个辛普森追逐战，全美电视台呢还紧急转播追捕新闻。根据统计总共有9500万人收看警方追捕辛普森，也让本案成为了全美关注的焦点。最后，辛普森把车开回家，再走出家门向警方投案，结束了这场追逐战。隔年，这场轰动全美的世纪审判正式的展开。
1995年的11月9日，辛普森案的刑事法庭正式开庭。法庭上面除了有法官，还有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庭审期间，检方呢从辛普森的这个家暴前科切入，认为他本身就有犯下这2起谋杀案的动机，而且他们的手上呢也有很多相关的证据。比如，早在案发的前1年，尼可就曾经报案说辛普森一直在骚扰他。在案发前的几个礼拜呢，辛普森就买了一把刀。在尼可遇害的5天前呢，他也曾经打电话求助，因为前夫威胁说要杀了他。再来在凶案的现场呢，警方采集到的血脚印大小跟辛普森脚的尺寸一样，而带血的这个左手皮手套上面有辛普森跟2位被害者的血迹。同时，辛普森的车上呢也有受害者的血迹，警方还在他的房间内找到了1双血袜，以及本案最关键的证据——另一只带血的右手皮手套。经过检测，血袜呢还有右手皮手套上面的血迹都有辛普森跟2位受害者的 DNA， 这些证据都显示出辛普森可能到过命案现场。不过，虽然检方指证莉莉但辛普森表示自己绝对100%的无罪。针对以上的控诉呢，辛普森的律师团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让主责这起案件的警探马克·冯尔曼难以招架。律师问呢，在过去的10年当中，你有没有说过歧视黑人的用语？冯尔曼呢被问得不明所以，当庭否认了好几次。接下来，辛普森的律师呢拿出了一个录音档，当场播放。在这个录音档当中呢，冯尔曼说了41次歧视黑人的用语。这个录音档呢，让冯尔曼哑口无言，也让全场一片哗然，因为他直接证明冯尔曼呢竟然在法庭上面公开说谎。辛普森的律师团表示，冯尔曼这样的表现可能会降低他办案时的可信度，同时他们还强调，种族歧视可能会影响警方的调查跟采集证据的过程。例如，一般的案件理论上面都要秉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在足够的证据前呢，不能够直接认定谁有罪。但这个案件当中呢，福尔曼带领的洛杉矶警察马上就认定辛普森涉嫌重大，而且他们在搜索前呢，还没有先申请搜索票，就直接自己跑去了辛普森家里面调查证据，这整个过程都不符合程序正义。所以辛普森的律师团认为，那些在他家违法取得的证物应该都不能够被采纳。那除了这边说到的毒树果实理论之外呢，辛普森的律师团还进一步的质疑，检方提出的部分证物可能根本就不可靠。举例来说，办案的技术人员呢，在取得辛普森的血液之后，把简体放在口袋里面，并没有依照正确的程序送去检验，而且采集的记录呢，也显示技术人员呢对辛普森抽了8毫升的血液，但最后血液样本却少了1.5毫升。面对律师团的询问检方也说不出这不见的1.5毫升去了哪里，所以辛普森的律师团质疑，警方在采集的过程当中可能操纵或者是污染证据。再来，律师也指出，警方并没有真的在凶杀案的现场找到作案工具，他们指控呢那一把辛普森买的刀子，检测过后也没有发现血迹反应，代表它不是凶刀。另外，针对另外一项关键物证皮手套，辛普森的律师团公开暗示，皮手套的尺寸对于辛普森来说可能太小了，而检方为了证明这个皮手套是有力的证物，还要求辛普森当场呢去试戴这个手套，结果出乎意料，手套呢竟然真的比辛普森的手还要小。辛普森努力的把手塞进手套的画面呢，等于是当场打脸了检方提出的证据。那在这接连的攻防之下，最后陪审团认为本案的证据不足，所以一致决定当庭无罪释放辛普森。不过，虽然刑事法庭上面辛普森是无罪但2位受害者的家属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的提出民事诉讼，而在民事的判决当中，他们也成功改变了审判的结局。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呢，刑事审判跟民事审判有不同的判定标准跟目的。就像刚刚讨论的，刑事审判对于证据的要求超级严格，你必须要有非常合理而且符合标准的证据，才能够判定被告有罪。在民事审判上，只需要证据优势，意思是如果证据有显示被告行为跟造成侵权的可能性超过 50%， 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就足以判定被告责任成立。所以在辛普森案的这个民事审判当中呢，法院依照了这个相关的物证，认定辛普森必须要对2人的死亡负责。白话来说，就是要支付这个惩罚性和赔偿性的赔偿金，总额超过3300万美元。那这样的结果呢，虽然暂时为辛普森案画下了句点，但辛普森案呢，却持续在美国社会上面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力。首先呢，这起案件直接冲击了洛杉矶警察局的信誉，因为案件处理的过程有重大疏失，所以时任警察局长被迫辞职下台，而警察局的刑事实验室也因为管理和操作失误被迫关门。除了对于个别机构的影响，辛普森案呢也促使了美国全面的审视并改革司法程序，特别是在警察取证部分。
例如，警察现场举证时呢，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特定的法律程序，而办案人员在处理任何的证据或简体时呢，也必须要遵照严格规定的流程。此外，辛普森案也让社会大众意识到科学证据在刑事司法当中的重要性，而整起案件的庭审过程呢，也让大众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证据来证实或反驳在法庭上面的指控。因此可以说，辛普森案呢，让公众对于美国司法系统运作有了更深的了解还有关注。在研究辛普森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最惊讶的地方是在20世纪的末期，这个还不算很远的时间点，美国司法体系竟然会犯下这么多我们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呢，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失误。确实从最直觉的角度来看呢，辛普森似乎都罪证确凿，他有合理的犯案动机，家里也有很多不寻常的东西，甚至还一度跑去投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辛普森的肤色真的有影响到大家的判断吗？我们不确定但我们认为呢，办案过程当中的种种瑕疵才是最大的问题，又或者是说，这些瑕疵可能反而更加强化了承办人员有种族歧视的疑虑。所以大方上面来说呢，我们很赞同最后陪审团的刑事判决，因为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原则都是法治国家非常重要的运作基准。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原则，很可能会有很多滥用权力或者是冤狱的状况。那当然，这边并不是说我们觉得辛普森绝对不是凶手，但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本案的承办人员第一时间呢有遵循这些基本的原则来办事，那或许这个案件最后就比较不会成为世纪悬案了吧。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省略了很多案件的内容细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我们推荐呢，你可以去找到纪录片以及辛普森在生前写的书来看看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辛普森是这起谋杀案的凶手吗？我觉得是，虽然物证没有办法完全支持这个说法，但感觉凶手应该就是辛普森。B 我觉得不是现场呢没有找到凶刀，匕首他也带不下，感觉他可能是被栽赃的。C 不确定有可能他不是亲手杀人，但毕竟大家没有更多的证据，无罪也合理。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辛普森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代理型孟乔森症候群凶杀案以及恶魔附身命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